嗨，我是君宁，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真不敢相信，频道的影片从无到有，已经来到了第53集了。君宁用53集的影片陪伴大家一起走在写字的路上。你是一路陪着频道成长的老朋友吗？还是最近才跟着君宁一起学写字的新朋友呢？无论加入时间的长短，你一定也有着想改变字体的渴望，或是对写字有着莫名的热情吧。频道的教学走简单易懂有效路线，希望能够协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写字的乐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影响字体美丑的关键因素，既神奇且重要的第一笔。第一笔下笔的位置非常重要，事关重大。我们看一下第一笔的下笔位置，如果偏上，那么整个字体就会往上移；如果我们的字体下笔位置偏下，那我们字体就会往下掉。那么如果偏左，字就会偏左。所以我们抓好第一笔下笔的位置，才能把字放到恰当的地方。这一集非常重要，建议你按赞收藏哦。那第一笔下笔的位置到底要怎么抓呢？这个就牵涉到字形结构的问题了。我们用言这个字先跟大家做最初步的说明。言这个字呢，两边看起来很对称，所以当我们下第一笔起笔，然后要把字在田字格中书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第一笔的起笔抓在田字格的纵线上面，那左右两边就刚好形成了对称的关系。像这样的字在抓第一笔的时候就非常的简单跟容易。那么点画又该点在纵线的什么高度位置呢？我们把言这个字从最上方到最下方的距离稍微做个记号，把这一段的距离再平分成一半。这一半的位置就是横线要切割过来的地方，所以第一笔的位置我们先抓好，抓一个上下均等的位置，在纵线上下第一笔，接着拉一个长长的横画，再配上两横的短横画，在一个口部结构上大下小的处理，这样子言字就轻松完成了。现在大家已经有了初步的第一笔概念咯，那我们要继续往下延伸咯。接着我们来看到画面上的这个群字，群字呢是一个左右结构的字体，在它的右侧有一笔竖画，竖画是很强的向下延伸力量，当右侧有竖画产生时，右侧的部件我们会让它往下写。那我们把群字的总高度划分出来，接着在它高度的一半我们画个记号，这就是横线的位置。在左右两侧我们也把它的总宽度做个记号，在宽度的中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要放纵线的位置。我们抓出了横线的位置，又抓出了纵线的位置，这样群字要怎么摆放，是不是就非常清楚了呢？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君字对应十字格要摆在偏上方的位置，阳字对应十字格，竖画的部分要长长的拉长。那我们现在要在十字格中书写群这个字咯。首先我用红色的笔框出格子7、8分满的位置，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等一下字体的边界，也就是它的笔画横向最长、竖向最长大约的地方。那我们现在要先来书写第一笔了。第一笔非常重要，先抓好位置。群字的左侧君要往上移动，所以我们让第一笔顶在格子最上方，接着依次写下下面的笔画。如果你对群字的书写有兴趣的话，我们在第51招左上右下的字体结构中有非常清楚的说明，连结我放在下方描述栏处，有兴趣的朋友自己点选来看咯。接着右侧的阳我们可以稍微的往下移动，在上方空出一个空间，接着再下3笔的横画，
在接下来竖画的部分，我会长长的拉出，甚至可以超过格子一点点也没关系。我们利用横线、纵线的辅助，去找出神奇第一笔的位置。神奇第一笔的位置抓到了，那么接下来所有笔画的部分，我们都可以轻松的处理。如果你也感受到君令分享的用心，制作影片背后的努力，那么可以请你帮我按个赞吗？订阅这个频道，分享这则影片，留言鼓励君令。创作真的很不容易，希望你们也能成为我创作路上的一道光。现在大家对第一笔如何下笔是不是更有概念了呢？那么怎么样精准的抓出第一笔的位置呢？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一下画面上方的这个始字，始字呢，在右侧有一个长长伸出的笔画。我们在遇到右侧有长长伸出的笔画时，在下第一笔时要特别留意。我在始字最右侧做一个记号，在最左侧也做一个记号，中间的位置找出等一下纵线要落笔的点。那么在始字的最上面跟最下面做记号，中间的位置就是等一下横线要放置的位置。接下来我们要在十字格中书写始这个字，画面上的红色格子就是字体7、8分满的位置大约的地方。那我们先来想一下，始字的第一笔是竖画，在竖画的上方会有竖撇突出的一小段，所以我们把上方顶到的空间留给竖撇，那么下方往下一点点的位置，应该就是等一下竖画要落笔的高度。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始字的最后一笔是捺画，捺画是一个要往右侧延伸跟舒展的笔画，所以右侧的空间一定要留大一点，如果太小，笔画就没有办法顺利的舒展开来。假使我们要让字体置中放置，那么两侧空间差不多，第一笔下笔的位置应该就会出现在这边。但是始这个字呢，要让右侧有长长舒展的空间，所以就要比一般下笔的习惯再更往左侧一些，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把笔再往左侧移动，大约在这个位置。好，下第一笔。那么第二笔横折横，这时候我们的竖撇它就要稍微移动到纵线的左侧一点点。好，捺画再从这边长长的往右延伸出去。我们配合字体的结构概念，找出了第一笔的位置。第一笔的位置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协助我们把字体摆放在对的地方。分析字体上下左右的边界，再配合十字格中自己虚拟的7、8分满格线位置，再搭配纵线跟横线，我们就可以很精确的找出第一笔的位置。在这边我们小小的做一下整理，言部是左右对称的字，因此可以从纵线上方下点画，接着我们平均分配书写言这个字。第一笔下笔的位置抓对了，那么字体就能够很恰当的放在格子的中间。接着裙字的部分，我们提到了当右侧有强烈向下笔画时，左侧的起笔，也就是第一笔，必须要提高书写。当你把左侧部件提高书写时，右侧才会有一个空间让竖画往下伸展哦。那么接着我们又讲到了始字，始字呢，在右侧有一笔的捺画，要留一个右侧捺画伸展的空间，那么就必须把左侧的起笔部分往左移动哦。一般起笔的位置如果是在比较靠中央，那么始字起笔的位置就要稍微往左侧移动。往左侧移动的原因是，
为了让右侧的部分能够留下一个让捺画伸展的空间。接着我们再来书写一个字，这个字呢是天涯何处无芳草的何。何这个字呢，来分析一下它的部件。左侧的部分是一个人，右侧的部件是一个可。人部有一笔的竖画，可部有一笔的竖钩。当这两个笔画放在一起的时候，右侧的竖钩要略略的下降，稍微比左侧的竖画来得低一点。为了符合这样子的一个书写规则，因此我们的何字在写左侧的人部时，要稍微把人部的第一笔撇画提高一点哦，把第一笔撇画稍微提高一点。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竖画。接下来呢，我们要下横画咯。横画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拉长，让它成为字里的主笔。接着我们再下口的部分，口部结构书写的规则就是上大下小。再接下来呢，我们要下一笔的竖钩，这一笔的竖钩稍微比左侧竖画长一点之后，就可以勾起咯。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哦，如果刚刚的起笔没有意识到下方有两笔的竖画，那我起笔万一起得太低，字就会往下掉，掉到格子的下方。那么当我们开始字写多了，要写成句子或是写成段落的时候，就不容易对齐上下左右的字体咯。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特别用一集的影片教学来跟大家分享第一笔的重要性，抓好第一笔下笔的位置，它可以帮助你在书写字体的时候，更容易把字体放在格子的正中间。放在格子的正中间，可以帮助你在一行字里容易上下对齐，在一段文章里也能够对齐左右的字体，所以你的文字版面看起来就可以整整齐齐，充满稳定性哦。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如果现在书写的字是一个笔画很少的字，那么起笔又该怎么留意呢？我们就举口这个字做例子吧。口这个字笔画只有1、2、3，笔画的字要写小一点，才不会让书写上的感觉过于空洞。那么起笔的位置就往内集中。我们在这边下第一笔的竖画，接着我们下横、折，接下来再下一笔的横画，把起笔的位置往内移，让书写出来的口部能够把笔画集中在中宫的部分哦。接着我们要来教大家书写因为的因这个字。因为的因这个字呢，笔画也不多，但是因为它的外侧是尾部，所以书写的大小一定会比刚刚的口来的大不少。那么我们在书写的时候，要先在脑袋里面盘算一下，因这个字该给它多少的空间去书写呢？笔画少的字我们要稍微写小些，笔画少的字如果不写小，那么书写起来就会显得特别的巨大跟空洞哦。所以我们可以把因的位置抓格子的7分满，因此下笔的第一笔就非常的重要。下笔的太外侧，因字就会非常巨大，要抓一个大致是7分满的位置书写书画。接着我们再书写横、折，接着我们再书写横画，接下来书写竖撇。这一笔的点画把空间平均的拆分一下，点下去的感觉让这几块空间都可以呈现一个大致相等。接着我们再下一笔的横画，把因字封起来。今天的分享内容，我个人觉得很重要。如果你的目标不只是想写好一个字，你想改善的是句子的书写、
整个文章段落的书写，那么你一定要花一点功夫了解第一笔的书写原则，抓好第一笔下笔的位置，这会帮助你更快呈现书写作品的行气，让你书写的能力大幅进步哦。建议你把这则影片点赞收藏，日后再花点时间研究体会一下我所说的道理。如果你在学习上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你在留言栏处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一起教学相长吧。请和我一起在下方的留言栏处写下我想写好字，就像在自己心中种下一颗美字的种子，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往这个目标迈进。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部影片见咯，拜拜。